2等舱的某个舱房里，钻石商人扎凯克面色难看地坐在床上，说道：大人，那2个女人太漂亮了，我实在忍不住，而且我听说她们恰巧就是住在1等舱的套房，就在月神夫人的斜对面，所以我才会约他们吃饭。扎凯克，这世界上巧合的事情太多了，此次任务极为关键，我们必须谨慎小心，稍不留神就可能会踏进圈套里。在他对面坐着的是一个身穿黑色休闲夏装的男人，他是个白人，看起来普普通通，留着短发，褐色的头发有些自来卷，脸上有着很多小雀斑，密密麻麻的，这是一种扔到人海里就再也找不出来的长相。是。扎凯克明显有些不爽地说道。那个男人把我悬在甲板外面，我当时真的很想杀了他，但还是忍住了，甚至还不得不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你没出手是对的，月神夫人至关重要，否则的话，大人也不会安排我和鲁克2名神卫同时上船。现在，鲁克还在4等舱里等待着消息。这个黑衣服的男人看了看扎凯克的手，眉头皱了皱。你的戒指呢？扎凯克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戒指没了，不仅戒指不见了，甚至手表和配饰手链都不见了。这个扎凯克皱着眉头想了想，随后不确定地说道：难道是被那个家伙倒着拎起来的时候被甩到海里面去了？那穿着黑色夏装的神卫开始流露出凝重的神情，他加重了语气：手表和手链可能会掉下去，戒指也能掉吗？一定是被那个东方男人取走了。扎凯克重重地一拍椅子：该死，这一定是个小偷，是个惯犯，他用2个漂亮女人当诱饵，就是为了偷东西。黑衣男人盘腿坐在床上，表情阴沉了一些。蠢货，让你打听消息，你非要见色起意，节外生枝。那几个首饰都是注射器，如果被那个小偷发现了端倪，就麻烦了。扎凯克也深知此事至关重要，立刻说道：我立刻去找回来，请莱克斯大人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黑衣神卫莱克斯摇了摇头：你能打得过呢家伙吗？扎凯克说道：我之前是忍住了没出手，不然他把我悬在甲板外面的时候，我起码有10次机会能轻松杀掉他。莱克斯说道：不要去了，他住在尤恩夫人的对面，以免打草惊蛇，这个锅可以推到杜卡罗的头上。事实上，扎凯克确实还有另外一重身份，为杜卡罗服务的专业人贩子。这次怪我。扎凯克满脸懊恼：这次回去之后，我自行领罚。莱克斯想了想：算了，现在不是说这事的时候。这次寻找到月神夫人的行踪，也是你居首功，奥丁大人不会轻易责罚你的。扎凯克深吸了一口气：莱克斯大人，我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黑衣神卫莱克斯说道：接下来的航程还有20多天，月神夫人总不会插翅飞走，目前动手的时间很充裕，只要拿下她，就会对月影神殿形成重大打击。就在这个时候，莱克斯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他看了看发过来的信息，随后眉头狠狠一皱：该死，黑香蕉提醒我的房间里有异常信息传输。扎凯克说道：异常信息波段，什么意思？可能被监听了。莱克斯立刻说道：看看你身上有没有被人放了东西。扎凯克立刻开始检查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并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全部脱掉。莱克斯亲自上手检查，把所有衣服的接缝处都细细抚过。几分钟后，他从皮带扣内侧找到了一个吸附式的窃听器。扎凯克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起来。该死，这一定是那个小偷放的。他怒气冲冲地往外走去。我现在就去弄死他。等等。莱克斯站了起来，他起身拿过了那枚小小的窃听器，随后放到了嘴边，说道：你在听吗？显然这窃听器又不是通讯器，并不能把苏无忌的话传过来。我知道你在听，我劝你把听到的东西都忘记。莱克斯沉沉说道：我知道你住在哪里，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和你们见个面，详细聊一聊。说完，他的手指用力，直接把这窃听器捏碎。而这时候，苏无忌却在电话那边皱了皱眉头。为什么有人提示他有异常通讯波段？难道这艘船上还有一个代号叫黑香蕉的黑客？但没关系，这个窃听器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接连几个劲爆的消息，让苏无忌都颇有些应接不暇了。他们所说的这个月神夫人，难道是月影神殿那位创始人的女人？苏无忌眯了眯眼睛，笑道：好像越来越有意思了。月影神殿一直相对神秘，月神本人平日里更是极少露面，却没想到竟然在这艘游轮上遇到了这个天神的老婆。许家烟沉吟道：不过我感觉这个尤恩夫人的气质很高贵，不太像是从黑暗世界走出来。苏无忌看了看他，那还是你见到的黑暗世界的人太少了，那圈子里面现在都开始讲血统了，自以为地位高贵的家伙遍地都是。许家烟回想着与尤恩夫人见面的所有细节，随后说道：也有可能是这个夫人一直被月神捧在掌心里，一直小心呵护着，黑暗世界的刀光剑影可能都和她没什么关系。深田玄乃问道：这个扎凯克是来自什么势力的？苏无忌摇了摇头：现在还不清楚，但很快就见分晓了。这些年来，黑暗世界的格局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毕竟一代新人换旧人，光是新成立的天神势力就有好几个。苏无忌平日里在黑暗世界不太露面，连那些喜欢深居简出的天神都没认全呢，更别提天神座下的神位们了。紧接着敲门声已经传来了，苏无忌直接拉开门，穿着一身黑色夏装的莱克斯就站在门口，他的身边则是跟着怒火中烧的钻石商人扎凯克。我们可以进来坐坐吗？莱克斯打量了一下苏无忌，面无表情地说道：我想是你应该知道我们的来意。苏无忌说道：可以进来，但站着说话就行，不用坐下，我不喜欢让陌生人的屁股接触我的床和沙发。两人走进来，关上了门。混账东西，你在我的衣服里放了窃听器。扎凯克咬着牙恶狠狠地说道。他一进来便看到了放在床上的手表和戒指，正是自己丢失的那些。苏无忌直接否认道：你的手表的确是我拿走的，但窃听器并不是我放的。莱克斯微微一笑说道：是不是你放的都不重要了，因为我这次过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苏无忌眯了一下眼睛：什么意思？你要杀了我？不。莱克斯摇头一笑：我想和你交个朋友。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和你交朋友？苏无忌说道。紧接着莱克斯直接亮明了身份：天玄神殿12神位之一，
莱克斯。苏无忌的表情有些茫然，眼睛里带着清澈的愚蠢。什么玩意也没听说过。大人，他一定是在装傻。扎凯克吼道。这是个无耻的骗子。莱克斯摇了摇头。你确定不接受我的友谊？苏无忌呵呵一笑，说道：你这上门又是威胁又是骂人的，我可没感受到任何的友谊。莱克斯摇了摇头。既然如此，我就只能用不太友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了。说完，他身上的气势开始缓缓升腾了起来。这是一种无形的气场，似乎让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开始变得压抑了许多。扎凯克则是直接从袖子间拔出了2把餐刀。这位钻石商人所亮出的餐刀明显是改装过的，光是看那刀刃处的寒光，锋利程度起码翻了10倍以上。苏无忌的眉头一皱，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怎么还敢公然杀人？深田雪乃的神情已经极冷，而许家烟则是双手抱胸，笑盈盈地看着此景，丝毫看不出半点害怕的意思。莱克斯微笑着说道：这里是公海，此刻天色已黑，让船上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几个人，似乎并不是难事。然而这个时候，房间门外忽然传来了敲门声。嗨，华夏兄弟，旅途漫漫，带着你的2个女伴到我房间喝一杯吧。这是那个嘻哈男孩恩迪迪的声音。苏无忌对莱克斯耸了耸肩，随后说道：嗨，我这里正忙着呢，你先回去吧。恩迪迪说道：好兄弟，给我开门，我有重要事情要告诉你。他把房门拍得震天响。莱克斯的眉头一皱，示意扎凯克把这货放进来，不然闹出那么大的动静，必然会吸引到月神夫人的注意力了。房门打开，恩迪迪才刚挤进来，门随后便被人从他的身后关上。恩迪迪看着莱克斯，笑眯眯地说道：嘿，华夏兄弟，你这房间里还有客人呢。然而下一秒，本来身在门后的扎凯克便猛然抬手，锋利的餐刀直接压住了恩迪迪的脖子。我的天！恩迪迪的表情瞬间僵硬。你们在打劫？苏无忌摊了摊手，一脸的无辜。我说过不要你进来，你非要来，这可不能怪我。恩迪迪哭丧着脸说道：这和我可没关系啊，我就是来串个门，你们放我离开，当我从来没出现过，行不行？莱克斯淡淡的说道：既然来了，今晚就全都下去喂鲨鱼吧。恩迪迪的2条腿如同筛糠一样发抖，似乎都快要尿裤子了。他喊道：求求你们，我的女朋友才怀了孕，我甚至都还没见过我的孩子长得是什么样子，我还想陪他们长大呢。莱克斯面色冷冷，不为所动。然而这个时候又传来了敲门声。苏先生，你在吗？我们夫人诚心请您过去做客，同时愿意把南田洋介交给你。这是詹金森的声音。苏无忌呵呵一笑：怎么被我一脚踹下海之后变得那么老实了？詹金森强忍着不爽说道：之前确实是我多有冒犯，请您原谅。对，差不多。苏无忌说道：那我给你开门。然而莱克斯却拦住了他，摇了摇头。苏无忌明白他的意思，立刻说道：那啥，我正忙着呢，现在不想搭理你们那个鼻孔朝天的夫人，你回去吧，让她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许家烟抱胸微笑，他显然听出来了，苏无忌就是故意要激怒尤恩夫人的手下。你酒，你有些。
詹金森没想到苏无忌说话这么难听，刚想发火，却听到高跟鞋的声音在自己的身后响起。随后一道声音传进了在场所有人的耳朵里：苏老板，我能来你的房间坐坐吗？随着尤恩夫人的话传进来，苏无忌这间套房里的所有人皆是屏息凝神。莱克斯的眉头顿时狠狠皱了起来。他虽然打算在此次航程中对月神夫人动手，但并非是现在。可是这女人居然主动送上门了，要不要趁着此刻先下手为强，居然成了个问题。莱克斯此次过来并没有联系另外一个神卫鲁克，后者现在还在4等仓房里等着消息呢。苏老板，尤恩夫人的声音再度响起。苏无忌看向莱克斯，后者明显还处于纠结之中，摇了摇头。莱克斯终于示意了一下，扎凯克立刻收起了餐刀。苏无忌随后慢悠悠地去开门。恩迪迪明显松了一口气，连忙跳到苏无忌的身边。就这一会儿的功夫，他后背的衣服已经湿透了。房门打开，那张高贵又绝美的面庞出现在了眼前。此刻的尤恩夫人穿着一身纯黑色的长裙，这显瘦又稍有紧身的裙子让她看起来有些纤瘦，但是所展现出来的曲线却比中午更加动人。没想到苏老板的房间里有客人。尤恩夫人说道：奇，我这个时候来打扰，会不会有些不合适？苏无忌诧异地看了他一眼，随后笑道：有。恩夫人看起来可不像是会征求别人意见的人。那个被苏无忌踢得尾椎疼的詹金森立刻说道：夫人的礼貌和教养是刻在骨子里的，你知道什么？苏无忌看了他一眼，随后慢条斯理地说道：我知道的是，你要是还敢站在我面前这么废话，我下次能让你喊我爸爸。你啊！詹金森涨红了脸，额头上青筋爆起，拳头攥得咯吱响。尤恩夫人随后走到沙发边坐了下来，沙发垫都被挤压出了美好的形状。苏无忌并没有任何制止，这家伙之前还对莱克斯说不喜欢让陌生人的屁股碰到他的沙发，可此刻尤恩夫人坐在上面，他好像很欢迎的样子。苏无忌随后看了看跟在尤恩夫人身后的女保镖阿拉亚，这女人在行进之间脚步极稳，不平一致，看起来实力明显要在这个詹金森之上。苏无忌说道：这位小姐怎么称呼？第一次见面，认识一下。女保镖阿拉亚根本没搭理苏无忌，她冷着脸说道：无关人等都出去吧，夫人要谈重要的事情。事实上他也不知道夫人要谈什么，只是夫人非要过来看看，自己也没办法硬拦着，已经被抽了2个耳光了。尽管阿拉亚心中满是怒意，也只能硬生生地压下来。莱克斯看了扎凯克一眼，两人有些犹豫要不要出去，可这时候恩迪迪连忙说道：好好好，我走，我的2个女朋友正洗着澡等着我呢。尤恩夫人却说道：我也只是来闲聊一下而已，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大家都坐吧，不用走。恩迪迪还想脚底抹油开溜，然而詹金森却直接把门关上了。他狠狠瞪了恩迪迪一眼：赶出去，弄死你！后者又怂了，躲到了墙角，瑟瑟发抖。天泉神殿的神卫莱克斯也随之坐下了。天泉神殿也是近20年来在黑暗世界里崛起的天神势力之一，据说是脱胎自某个没落的教廷
讲究一个人权天授。和其他天神势力所不同的是，天权神殿的创始人并没有自称天权之神，而是自称奥丁。在曾经的黑暗世界，12天神之上，还有一个众神之王宙斯。而这个奥丁之所以给自己取了这么一个外号，不知道是不是效仿宙斯，想要成为下一个众神之王。这两位朋友之前没见过，苏老板介绍一下。尤恩夫人微笑着说道。不知道为什么，苏无忌莫名觉得尤恩夫人此刻眼睛里的疏离感稍微少了一些，那微笑似乎更自然了。苏无忌笑眯眯地说道：你俩快点给夫人借绍一下自己。莱克斯说道：夫人可以叫我莱克斯。这位神卫还是想要求稳，默默寻找着出手的时机。自己这边的人数并不占据优势，贸然动手并不合适，但如果今天能有一击必杀的机会，他自然也不会再拖下去。扎凯克闷闷说道：我叫扎凯克。詹金森盯着扎凯克看了几眼，随后说道：你就是之前被苏老板攥着脚后跟悬在甲板外面的那个。他亲眼目睹了一层甲板上的那一场闹剧，此刻终于认出来对方是谁了。扎凯克的面色微微一变，他的反应倒也是极快，找了个理由：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之前发生的都是误会。许家烟看了苏无忌一眼，似乎是征求了一下对方的意见，随后笑眯眯地说道：谁跟你误会呀？就这家伙，刚刚还在袖子里藏了2把刀呢。徐小浪直接掀桌子了。这句话让房间里的气氛立刻变得紧张了许多。詹金森和阿拉亚立刻一前一后挡在尤恩夫人的身边，而尤恩夫人的脸上仍旧是笑容不变，淡淡说道：苏老板是我的朋友，我不想看到有人对他不友好。扎凯克刚想解释，莱克斯却说道：我们去实是想要来交个朋友的，但毕竟苏先生之前把我的伙伴差点丢出了甲板，我们带2把刀防身也是理所当然的。苏无忌微笑道：对，我相信，要不你们把身上的刀拿出来放在桌子上，不要藏在袖子里，我就相信你们的诚意。莱克斯示意了一下，扎凯克不情愿地拿出了2把改装餐刀，放在了茶几上。尤恩夫人见状，淡淡说道：扎凯克，你是一名钻石商人，随身携带这么锋利的刀做什么？扎凯克的心中一紧，他觉得自己已经露馅了，但还是面无表情地说道：为了防身，钻石生意其实非常混乱，杀人抢货的事情很常见。尤恩夫人问道：怎么带上船的？扎凯克又找了个理由：安检没查出来，当成了普通的餐刀。尤恩夫人淡淡一笑，算是相信了这个说法。扎凯克的后背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了，不知道为什么，在面对这个女人的时候，他莫名能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对方明明看起来根本扛不住自己的一拳。你叫莱克斯，做什么工作的？尤恩夫人又看向了那名神卫。莱克斯呵呵一笑：夫人，你在上船之前不是已经把船只上所有的人都调查了一遍吗？我的朋友扎凯克是钻石商人，我自然也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尤恩夫人又微笑着问道：这次从普勒尼亚坐船准备去东亚。莱克斯说道：我准备把产业布局到东亚，想要看看当地有没有合适的合作伙伴。尤恩夫人说道：
我对钻石也一直都很感兴趣，以后可以一起合作。莱克斯点点头。谢谢夫人提携。可是这个时候，敲门声忽然响了起来。这敲门声很重，还伴随着瓮声瓮气的喊声：“老板，老板娘们，开门！”是小庞。听到这一声老板娘们，小许和小申对视了一眼，许家烟便笑眯眯地去开门了。小庞那高大的身形随之出现在了门口，把整扇门堵得严严实实，甚至脑袋都有点抬不起来。进来吧，苏无忌说道。小庞低头进来，人们却发现他的手里居然拎着一个人。他把这人随手丢在了地板上，把门重重一关，那宽厚的后背把门结结实实地顶住了。见此情景，莱克斯和扎凯克的表情都变了，因为被丢在地上的赫然是天泉神殿的神位之一鲁克。他不是在四等舱室里等着动手的消息吗？怎么出现在这里了？此时的鲁克躺在地上，双手双脚都变了形，面色苍白，嘴角还残留着血迹，胸口凹陷了一大片，显然受到了强悍的重击。他此刻还有意识，在看到了莱克斯和扎凯克之后，眼珠明显动了动，似乎是想要说些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莱克斯的眼神巨震，他根本没想到事情居然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鲁克的实力那么强，怎么就被打成了这个样子？自己甚至都没有收到他的求救信息，被打的都来不及求救了。难道说对方的实力碾压他了？尤恩夫人明显看出来了一些细节，她看了看莱克斯，问道：“你们认识？”此刻他的神情依旧很轻松。莱克斯硬着头皮说道：“是朋友，生意上有一些交集，他这次住在4等舱。”小庞说道：“老板，这家伙口口声声说他是天泉神殿的神位，让我等死。”天泉神殿。听了这句话，女保镖阿拉亚的神情陡然一变，眼睛里满是凌厉。连天泉神殿的神位都上了船，这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苏无忌问向小庞，说道：“他让你等死，你是怎么回答他的？”小庞说道：“我把他打成了太监。”尤恩夫人看着莱克斯和扎凯克，微笑着说道：“所以你们到底是谁？为什么会认识天泉神殿的神位？”莱克斯身上的气势开始涌动了起来，他眯了一下眼睛：“我是奥丁大人座下的12神位之一，莱克斯。”他终于选择了亮明身份。紧接着，他的脚步在地上重重一踩，直接朝着尤恩夫人冲去，动手了。阿拉亚的反应极快，瞬间挡在了前面，和他重重对轰了属下。一时间，房间里气浪爆发，一片狼藉。而扎凯克刚想动手，面前忽然出现了一根巨大的甩棍，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胸口。莱克斯的脚步一转，腾出了空间，想要袭杀尤恩夫人，可阿拉亚却直接拦腰抱住了他，两人一起撞碎了阳台玻璃门，摔到了外面的露台上。可是他们都没想到，在露台的转角处还站着两个男人，竟是崔西和汉密尔顿。苏无忌也迈步走上了阳台，踩在了一片碎玻璃上。影子让我们等了那么久，现在正主终于来了。崔西对莱克斯露出了一个热情洋溢的笑容。嗨，游侠神殿的3大天王向你问好。你还少说了一个。
一道女人的声音在隔壁露台响起。随着这女人的声音落下，一道窈窕与热辣完美结合的身形便从隔壁的露台轻松翻了过来，正是埃洛文。在此之前，就是他和小庞联手，火速放倒了那个名叫鲁克的天权神类。莱克斯现在整个人都不好了，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踏入了游侠神殿的包围圈之中了。自己区区一个神类，值得你四大天王兴师动众的吗？这个华夏的年轻人竟然也是游侠神殿的四大天王之一。崔西看着脸色发黑的莱克斯，笑眯眯地说道：被我们四大天王围攻，真是你的荣幸呢。话说我们上次四大天王集体出手，还是在……看着这货得意洋洋的样子，汉密尔顿立刻黑着脸说道：不提也罢。的确，上次在德弗兰西岛，游侠神殿的五大天王来了4个，结果崔西和汉密尔顿都是身受重伤，着实有些狼狈。这一次他们来到非洲，本是为了调查游侠神殿20人小队全军覆没一事，结果苏无忌从那第7禁卫贝里斯的嘴里得到了真相，那些游侠精锐都是死于禁锢黑渊之手。于是调查结束后的崔西和汉密尔顿便也提前来到巴托梅乌港，搭乘游轮返回。莱克斯的眉头狠狠皱着：你们怎么会提前埋伏在这里？崔西嘲讽地说道：你知不知道你面对的是谁啊？是大名鼎鼎的影子啊，他那么喜欢先发制人，能给你主动算计他的机会吗？哼！事实上，当苏无忌从窃听器里听到莱克斯的目标是月神夫人的时候，便已经开始提前部署了。莱克斯和扎凯克光是寻找窃听器都花了好几分钟，这期间足够苏无忌做出许多安排了。小庞和埃洛文提前去4等舱对付神卫鲁克，而汉密尔顿和崔西则是同时来到了这边的露台等着。莱克斯看着苏无忌，表情难看至极。想到你还有这个身份，对方未免有些年轻的过分了，好像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纨绔子弟，这让莱克斯无论如何都没法把他往游侠神殿那位名气最大的暗影天王身上联想。尤恩夫人仍旧很优雅地坐在沙发上，只是她那张绝美面孔上的微笑弧度变得更加明显，动人的大眼睛都变成了一弯星月。这可不是那种礼节性的微笑，而是发自内心的开心。詹金森注意到了夫人的笑，心里咯噔一跳，因为他知道夫人已经很久都没有这么微笑过了。此时月影神殿的神卫阿拉亚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他深深地看了苏无忌一眼，显然也处于强烈的震惊之中。他自以为已经把夫人保护得很好，却没想到这艘游轮上已经悄无声息地提前布下了这么多圈套。苏无忌看着莱克斯说道：束手就擒，或者死在这里。毕竟这里是公海，此刻天色已黑，让船上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几个人，似乎并不是难事。听到这位暗影天王用自己说过的话来回应自己，莱克斯面色变得更加难看了。我是天权神殿的12神卫之一，你们如果杀了我，奥丁大人不会放过你们的。莱克斯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面对着游侠4大天王的围攻，自己不可能打得过，就算是跳海逃生，跳进这茫茫的印度洋里，这哪里是逃生，分明是主动送死。
苏无忌摊了摊手，可是你们那个老大奥丁远在欧洲，又不知道是谁在船上干掉了你们。莱克斯脸色阴沉，忽然足底发力，猛然朝着埃洛文的方向撞去。就算是跳进印度洋，他也不能束手就擒。在莱克斯看来，女人的战斗力是先天不如男人的。这个女性天王长得这么漂亮，说不定只是个花瓶。然而面对她的攻击选择，游侠神殿的另外3个男人都没阻拦。崔西说道：啧，偏偏选了个最难搞的。下一秒，埃洛文的鞭腿便已经狠狠抽在了莱克斯的身上，强烈的气爆声陡然响起。莱克斯被埃洛文这一脚抽的身形偏移出好几米。他其实本来就是佯攻，硬生生挨了这一下，实则就是想要顺势扑下露台。可是莱克斯刚刚扑到露台边沿的时候，又是一记鞭腿狠狠地抽了过来。埃洛文的身形仿若瞬移，已经提前来到这里等着了。莱克斯已经躲不开了，只能临时调整防御动作，但还是被抽中了肩膀。其实莱克斯的防御力很强，这一招并不会让他受多重的伤，可挨了这一腿，导致他的身形失去了平衡。还没来得及落地，身后便响起了强烈的破风声。汉密尔顿出手了，一记凶狠的膝撞狠狠顶在了这个莱克斯的后背上。噗！莱克斯被顶得重重撞在了露台的栏杆上，吐了一大口血。他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呢，崔西便冲了上来，接连几下重拳结结实实地轰在他的胸口和肋间。莱克斯被这几拳打得完全失去了反抗的能力，浑身的力量运转都被轰散了，根本提不起来力气了。这就是一场群殴。事实上，莱克斯是有一战之力的，可是偏偏遇到了游侠神殿的4大天王，他们配合默契之极，甚至苏无忌都还没出手，便已经干脆利落地结束了战斗。那个来自月影神殿的阿拉亚本来一直在旁观，见此情景，立刻说道：把他交给我。苏无忌斜眼看了看他，你有没有礼貌？帮你对付了几个人，你也不说声谢谢。阿拉亚还是没道谢，他在看向苏无忌的眼光中，甚至还带着清晰的警惕。把人给我，他坚持着说道。埃洛文的眼神一冷，汉密尔顿则是呵呵一笑，双手握了握拳头，骨节发出了爆响声。我可没说过我从不打女人，尤其是不讲礼貌的女人。谢谢。一道道谢的声音从后方传来，竟是尤恩夫人。她迈着优雅的步伐走过来，款款一笑道：谢谢游侠神殿的各位朋友们。尤恩夫人不仅道了谢，她在看向苏无忌的时候，甚至身体还微微前倾，鞠了一躬。她这一笑让崔西的心脏顿时为之突突一跳。我怎么有种要恋爱了的感觉？他小声对汉密尔顿说道。汉密尔顿没好气地回答：你每次见到美女都这样，一年恋爱800遍。苏无忌说道：尤恩夫人，不必客气，我们此次同行本来就是缘分，当然我也没想刻意对你隐藏身份。尤恩夫人主动伸出手：可以把天泉神殿的这几个人交给我吗？苏无忌说道：当然，我带着他们反而麻烦。看到他忽然变得这么好说话，之前碰了一鼻子灰的阿拉亚表情有些阴沉，直接把不爽
写在了脸上。阿拉亚。尤恩夫人看了看这个对月神忠心耿耿的女神，淡淡说道：把天泉神殿的3个人丢进海里喂鲨鱼吧。阿拉亚的眉头一皱，说道：夫人，我建议抓活的，我们还需要审一审，毕竟此事关系重大。尤恩夫人的语气瞬间变得更加冷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要教我做事吗？这个阿拉亚立刻低头，属下不敢。尤恩夫人说道：现在就去做。莱克斯的面色苍白，他知道自己就算是不被丢下海，也肯定会在被审问之时受一番折磨。月神夫人，你不该把事情做绝，我们的奥丁大人和月影神殿的关系。莱克斯说着，却被尤恩夫人打断。他微微垂眸，看向了这位天权神位，淡淡问道：你刚刚叫我什么？月亮的清辉洒在那张完美无瑕的脸上，让莱克斯恍惚间看到了古典神话里的女神降临世间。我喊你月神夫人，我讨厌这个称呼。尤恩夫人淡淡道。他的这句话一出，阿拉亚和詹金森的表情皆是狠狠一震。游侠神殿的4大天王都十分意外。难道月神2口子关系不睦已久？可是以尤恩夫人的教养，应该不会再这么多外人在场的时候自报家丑的啊！阿拉亚，你还愣着做什么？尤恩夫人又说道。是。阿拉亚感觉到了一股锐利的气势陡然袭来，他打了个寒战，立刻骑在莱克斯的身上，生生扭断了他的2条胳膊，然后带着这位神卫跃下露台，将他丢进海里面。随后他对扎凯克和那神卫鲁克把这一系列动作重复了2遍。饶是他们的身手再强，被扭断2条胳膊，也不可能在大海里支撑太久。夫人，我已经把人全部丢下去了。阿拉亚低着头回来复命。尤恩夫人淡淡地看了他一眼，说道：向游侠神殿的天王们道谢。阿拉亚的眉头一皱，怎么，我说话没用了吗？尤恩夫人的眸子里带着一丝微嘲的意味，说道：月影神殿从上到下都是不懂得感恩的人吗？这句话的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抱歉，谢谢你们帮了我们，救了夫人。阿拉亚说道。苏无忌呵呵一笑，确切的说是救了你。的确，如果游侠4大天王不出手的话，阿拉亚一个人还真的很难应对3个天权神殿高手的联手。呵呵，不懂得感恩的垃圾。艾洛文毫不客气地骂了一句，这话让阿拉亚的面色铁青，但他也不敢发作了，说不定某句话说错了就得遭到群殴了。嗨，我的华夏兄弟，你真的太厉害了，没想到你还隐藏了身份。恩迪迪嘿嘿笑着走了过来。我当初看你第一眼就觉得你肯定不是凡人，果然没看走眼。苏无忌笑呵呵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可是我一开始对你却看走眼了。恩迪迪一愣，什么意思啊？苏无忌忽然出手，一拳砸在了恩迪迪的脸上。恩迪迪被打得鼻梁骨折，鲜血从鼻孔里冲出，眼泪糊了满脸，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你打我干什么？我又没有招惹你。他喊道。苏无忌甩了甩手，微笑着说道：黑香蕉别装了。黑香蕉？什么黑香蕉？恩迪迪满脸的茫然，随后皱了皱眉头。你这是在种族歧视吗？苏无忌微微一笑，还装演技不错啊。
之前他从窃听器里听到有个叫黑香蕉的人提醒莱克斯，说他们的房间里有异常的信号源，使得莱克斯发现了苏无忌藏在扎凯克身上的窃听器。恩迪迪满脸的无奈，辩解道：我真的没有装，我真的只是个嘻哈歌手。这时候深田雪乃和许家嫣已经回来了，他们的手里拿着2台笔记本，还有一大包乱七八糟的设备。见此，恩迪迪的表情瞬间垮掉了。许家嫣说道：恩迪迪带来的那2个女人，不只是他的女朋友，还是他的助手。他们略懂一些拳脚，还想反抗，但已经被雪乃绑了。深田雪乃点点头，没说话。恩迪迪连忙喊道：你们下手轻点啊，还有一个怀了我的孩子呢，你这个黑客不太合格，连被反追踪了都不知道。苏无忌看着恩迪迪，冷笑着说道。他在听到莱克斯被人提醒之后，第一时间便联系了艾米拉，让他来追踪这艘游轮上有没有什么异常信号发出来。果然，艾米拉追踪到了一个不太正常的信号源，但他并没有打草惊蛇，反而想要趁此机会锁定对方的房间号。而就在艾米拉刚刚完成定位的时候，这个技术相当过硬的黑香蕉也意识到了不妙，直接关机，让所有设备全部下线。所以从恩迪迪刚刚敲门的时候，苏无忌就已经知道这家伙是来干什么的了。呵呵，天泉神殿的技术工种啊。苏无忌嘲讽地微笑道：这一等舱里就没有一个是简单人物。恩迪迪哭丧着脸，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也不否认了。我发誓，我不是来帮莱克斯他们打架的，我对你们并没有任何的恶意。苏无忌嘲讽的冷笑：刚刚一打起来你就往我的身边躲，难道不是想要趁乱给我一刀？我发誓，我真的没想要对你们动手的，请你们相信我。恩迪迪举手发誓说道：我只是想来看一看你的房间里到底有没有藏着别的黑客，是我大意了，根本没想到这艘船上竟然还能有和我水平相近的对手，不然的话，你的那个黑客一定没法那么顺利地找到我。苏无忌呵呵冷笑：你千万别告诉我，莱克斯根本都不认得你。他们真的不知道我是谁。恩迪迪擦着脸上的鲜血和眼泪说道：刚刚拿刀架着我脖子的那家伙是真的想杀掉我的，我很谨慎的和这些客户都是远程联络，根本没见过面。他说的是真的。这句话是尤恩夫人说的。他走到了恩迪迪的面前，垂眸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从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提醒过你，让你老实一点，你没做到呢。显然尤恩夫人当时就识破了恩迪迪的另外一重身份了。保镖队长詹金森走了过来，一把将恩迪迪从地上揪了起来，冷声说道：为什么不按照夫人的意思做？恩迪迪打了个哆嗦：尤恩夫人，我已经收了他们的定金，不能反悔的。要是不照做，肯定会被他们找上门来杀掉的。尤恩夫人的唇角轻轻翘起，说道：哦，你难道不怕被我杀掉？恩迪迪再度打了个哆嗦。我并不知道他们的目标就是您，他们只是告诉我，要在他们动手的时候切断一些信号，避免目标向外求助。尤恩夫人随后看向了苏无忌，说道：恩迪迪，自封非洲大陆第一黑客，毕业于南非开普敦大学，
曾经攻击过瑞士国家银行的系统，被瑞士禁止入境。恩迪迪讪讪笑道，当年年少无知，稍微尝试了一下，谁能想到瑞士银行的防火墙这么不堪一击。而一旁的阿拉亚露出了震撼又意外的神色，他根本不知道夫人居然提前调查出了那么多的信息，对一等舱客人的生平简直到了如数家珍的程度了。以自己的能力真的能保护他吗？尤恩夫人说道，暗影天王这样的人才杀了有点可惜，你可以把他带到游侠神殿，为你所用。恩迪迪连连点头，对，我这样的人才杀了确实太可惜了。其实我不只是非洲大陆第一黑客，绝对是世界第一黑客。苏无忌呵呵一笑，能决定你是死是活的人不是我啊。随后他看向崔西说道，岑西，给艾米拉打电话，看看她愿不愿意多一个手下。崔西恼火地说道，当着那么漂亮的夫人的面，你能不能不要喊我的绰号？汉密尔顿在一旁哈哈大笑。崔西走到一边，给艾米拉打了个电话，2分钟后走了回来，对苏无忌说道，艾米拉说了，这家伙的实力很强，可以收编，但前提是得听他的话。苏无忌冷笑着说道，他要是敢不听，我现在就把他变成太监。恩迪迪连忙点头，我会照办，我会照办，只要你们别杀了我。崔西说道。艾米拉还说，要跟这家伙视频聊一会儿，算是最终灭世吧。苏无忌一摆手，你们把他带走吧。这邋里邋遢的脏辫也不知道多久没洗了，味道大得熏人。汉密尔顿和崔西一左一右将这恩迪迪拎起来，朝外面走去。埃洛文看了看许家烟和深田雪乃，眼光微冷，并没有任何的寒暄。他的目光在许家烟的胸口停留了2秒钟，又在深田雪乃的脸上停留了3秒钟，这才转身离开。许家烟说道，哇哦，这个小美女的身材真好，对我的敌意也是真强。苏无忌呵呵说道，她没你浪撒。许家烟眨了一下眼睛，谢谢亲爱的这么夸我。尤恩夫人站了起来说道，暗影天王，如果你有时间的话，陪我去走走吧。苏无忌还没来得及开口，那个女神魏阿拉亚便说道，夫人，时间太晚了，你和一个年轻男子去散步不合适。场间的气氛瞬间掉到了冰点。尤恩夫人扭头微笑着说道，我只是散散步不行吗？阿拉亚说道，如果大人知道了会不高兴的。尤恩夫人微笑着看着他，你的大人为什么会知道你会告诉他？这……阿拉亚深吸了一口气，夫人，请您不要为难我。苏无忌从一见面就不喜欢这个阿拉亚，他说道，夫人，走，我陪你去散步。如果这个女保镖敢拦路的话，让她冲我来。混蛋，你这是故意挑衅我的。阿拉亚眉头一皱，直接伸手就要抓住苏无忌。下一秒，深田雪乃的鞭腿已经到了他的面前。漂亮中校是特种部队出身，练的也都是杀人技。阿拉亚一个急刹车，双手将深田雪乃的凌厉鞭腿挡下来，正准备反击，他的眼前忽然出现了一个极为高大的身形，一股危险感从阿拉亚的心底涌出来。
他只能立刻变招，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随后一根又粗又长的特制甩棍已经结结实实地捅在了他的肚子上。维护老板小庞当仁不让，阿拉亚被捅得弯下了腰，简直都要站不直了。对方这一棍子实在是太狂暴了，虽然隔着腹部的皮肤，可是内脏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产生了以往从没体验过的剧痛。他根本理解不了为什么对方的力量这么大，这爆发力简直远超黑暗世界的寻常高手。下一秒，小庞蒲扇般的大手直接就掐住了阿拉亚的脖子，将对方提了起来。双方的身形完全不成比例，阿拉亚这方面太吃亏了，他的双脚已经离地悬空了，双手却仍旧死死抓着小庞的手，想要将这铁钳般的大手掰开。苏无忌看乐了，小庞，可以啊，实力见长，不错，不错。确实，小庞此刻所展现出的攻击力，比他面对杜卡罗总教官博扬的时候，有着非常明显的提升。有时候，苏无忌也不知道，这个体质特殊的家伙，是不是每次挨完了揍，都会变得更生猛。紧接着，小庞的另一只手便握着甩棍，朝着阿拉亚的脑袋上砸去。要是这一下砸结实了，月影神殿的12神卫怕是要少一个了。手下留情！苏无忌连忙喊道。小庞的棍子在半空硬生生的刹车，随后猛然提膝，重重撞在了阿拉亚的腰腹之间。这一下过于凶狠，竟是撞出了气爆声。阿拉亚当场翻白眼了。小庞将这女人随手丢在了地上，用脚重重踩在后背上，噗！阿拉亚觉得自己简直是被一头大象抬脚踩住了一样，直接吐了一大口鲜血。苏无忌捂着脑门，小庞本老板不是让你手下留情的吗？小庞说道。是的，老板，我手下留情了。苏无忌，那你还把人打成这样？小庞，我现在用的是脚。噗！阿拉亚又吐了一大口血，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气的。哦，算你听话。苏无忌说道。不过，这月影神卫也太次了吧，连我的保镖都打不过。听了这句话，阿拉亚再度吐血，然后翻着白眼晕了过去。苏无忌笑眯眯地说道：尤恩夫人，你不会介意我这么对你的手下吧？尤恩夫人微笑着说道：他不是我的手下，是月神的手下。苏无忌说道：那位神秘的月神，会为了这个愚蠢的女人弄死我吗？尤恩夫人轻笑：你可以先下手为强。语不惊人死不休。房间里再度陷入了寂静之中。那个保镖队长詹金森简直瑟瑟发抖，他要是知道自己能听到这种劲爆的言论，之前肯定不会进这房间的，这一不小心就会遭到杀身之祸。先下手为强。苏无忌咧嘴一笑，杀了月神，抢走月神夫人吗？尤恩夫人盯着苏无忌的眼睛，绝美的俏脸上挂着微笑，眼神里却透着难明的复杂意味。你干嘛？苏无忌分明从这眼神里读出了一丝隐藏极深的哀伤，这一丝哀伤转瞬即逝。苏无忌以为自己眼花了，想要仔细多看两眼，却再也找不到了。你敢吗？这句话从尤恩夫人这种高贵又绝美的女人口中说出来，
实在是让人有些难以拒绝。詹金森恨不得捂住耳朵，这位保镖队长此刻简直想要落荒而逃，而一旁的许家烟却支起了耳朵，还把想要离开的深田雪乃给拉住了。深田中校倒不是不想听八卦，只是他觉得接下来涉及到了尤恩夫人的隐私，自己有必要回避一下。而尤恩夫人还在凝视着苏无忌，明显是在等待着他的答案。苏无忌咧嘴一笑道：嘿嘿，我当然不敢啊。尤恩夫人的眼光中没有丝毫的失望之色，她转而轻轻一笑：这不像是你的心里话。苏无忌一摊手：夫人，我活腻歪了吗？要和月神抢老婆，虽然这听起来确实很刺激的，但你也看到了，我的身边不缺美女的。说着，他把许家烟和深田雪乃拉过来，一左一右地搂住他们的肩膀。这俩人当然没有反抗，许家烟笑得媚光四射，而深田雪乃则是微微低下了头，俏脸微热。尤恩夫人，你看我身边缺女人吗？苏无忌说道。什么类型的都有。小庞的声音响起。但是没有人气。苏无忌被这句话搞得表情僵硬，几秒钟之后才说出了一句：小庞，你说的很有道理，但工资还是要扣的，因为你老板是那种很有道德的人，这辈子都不可能当小三的。许家烟简直笑得花枝乱颤，浑身的曲线抖动，个不停。尤恩夫人微笑着道：可我能看出来，这两位姑娘和你目前还是朋友的关系。苏无忌说道：不就差最后一层窗户纸吗？我们随时都能捅破的。许家烟撅了撅嘴，声音之中娇媚无限。你胡说，什么随时都能捅破？你在我面前都没有亮过刀子的。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徐小浪，你什么时候拆台不行，非得挑这时候？小庞，老板娘说的是实话。许家烟被小庞这么一喊，顿时眉开眼笑。尤恩夫人的心情明显很好，脸上的微笑线条自然又柔和。刚才都是开玩笑的，关于暗影天王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很高兴认识你。说着，他主动伸出了手。艾斯戴尔·尤恩。苏无忌握住了那只手，皮肤细腻之极，触感却又有些微凉。很好听的名字。他主动开口说道：戴尔，我们出去走走吧。戴尔，尤恩夫人轻笑道：以前还从来没人这么教过我呢，但很好听。小庞说道：老板这么喊，就是想泡你。苏无忌杀气腾腾地盯着小庞道：你给老子闭嘴。许家烟则是在一旁笑眯眯地补充了一句：年下不叫姐。心思有点野哦。平心而论，面对艾斯戴尔这种层级的女人，任何一个男人的心中都会产生些许不可告人的心思，起码想要多看两眼，无论是脸还是身材。征服这种身份尊贵、气质高贵的女人，能够让男人的心中产生极大的爽感和刺激感。但是，一想到对方的老公是特么的月神，苏无忌就瞬间冷静下来了。漫步在顶层甲板上，吹着海风，尤恩夫人久久不说话。她不说，苏无忌也不开口问。虽然他很想知道月神两口子为什么会关系不和，究竟是月神始乱终弃，还是那方面的生活不太和谐。良久之后，尤恩夫人终于开口：
说道：“我其实无意把你拖进这场漩涡中来，我们的相遇真的是意外。”苏无忌笑道：“戴儿姐姐不用客气，我明白。其实咱们是谁拖累谁还不好说，你遇到了我，说不定才是真的被拖进了漩涡。”此时虽然已经到了凌晨，但下方一层甲板的泳池旁仍旧开着 party， 非常热闹。而一等舱的顶层甲板就非常安静，和下方似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苏无忌看着身边的女人，忽然觉得，这时候自己要是从后面抱住她的腰，就有点类似于泰坦尼克号男女主角的那种感觉了。可惜自己的画技不太行，不然可以让月神夫人躺在沙发上，自己好好的给她画上一幅全身肖像。尤恩夫人说道：“我并不是很想回到那个世界中去。”苏无忌看着他，忽然想起了许家烟之前的疑问，于是道：“你本身并不属于那个世界。”尤恩夫人不置可否，她凝望着天上的皎月，轻声说道：“危险与算计太多，让我的心很累。在这样的环境里，人都是会变的，哪怕是所谓的誓言，也抗不过时间。”苏无忌听了这话，终于顺势问出了自己心中所想：“月神背着你找小三了？”噗嗤，尤恩夫人一下子笑了起来。这一刻，连夜空中那本来有些清冷的月光，都变得生动了许多。苏无忌，你笑什么？月神难道还对你守身如玉？尤恩夫人说道：“月神不是那样的人。”苏无忌说道：“那你为什么对他不爽？”尤恩夫人摇头微笑：“我要的不只是感情，月神也一样。”苏无忌直接被整糊涂了。所以你俩是开放式婚姻，各玩各的？喂，你们要是这样，我可就没有什么道德枷锁了啊！尤恩夫人又笑开了，这一刻仿佛连海浪都开始变得温柔起来。她随后说道：“但是天泉神殿的那个神位说的没错，我如果死了，月影神殿会遭受重创。”苏无忌一挑眉毛，那月神还只派了一个守爱角的女神位来保护你。虽然他的身手其实还可以，但我总觉得他应该是暗恋月神，所以对你充满了敌意。尤恩夫人说道：“月神管不了我。”苏无忌说道：“我也看出来了，月神越是想管你，就越是会招致你的反抗。”尤恩夫人答非所问，她眯起眼睛，吹着海风，感慨着说道：“自由真好。”苏无忌说道：“结了婚的人都这么讲。”尤恩夫人：“我没结婚。”苏无忌一挑眉毛：“不是人妻。”那就有点没意思了，自己失去了挑战道德底线的机会，难得遇到了一个这么有意思的家伙。尤恩夫人的心情明显很好。对，苏无忌说道：“月神连个名分都不给你。”尤恩夫人抿嘴轻笑：“我要的名分，月神给。”不了。苏无忌：“他有家室了。”尤恩夫人哭笑不得地说道：“都说游侠的案，影天王算无一策，你每次都是靠着这种脑回路来布局的吗？”苏无忌一本正经地回答：“这样才容易剑走偏锋，让敌人料想不到。”尤恩夫人沉吟了一下，才说道：“我越发觉得这次能认识你，于我而言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苏无忌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说道：“我越发觉得你想利用我来对付
让你因爱生恨的月神。尤恩夫人摇了摇头，似乎否认道：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苏无忌看着他回避问题的样子，也没再问。好吧，我们回去。然而这个时候，他的手机却响了起来。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他说道。电话接通，里面竟然传来了一个许久没联系的声音。嗨，我是瑞特森，暗影天王大人，还记得我吗？苏无忌，记得，身份尊贵的 S 级调查官，有何指教？ S 级调查官有什么尊贵可言？毕竟我们的创始人都被你俘虏了，从此雷蒙情报局要改名了。瑞特森说道。不如改成苏家情报局，这个名字挺好的。找我什么事？有屁快放，别扯淡。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是歌者托我联系你。瑞特森说道。你所在的那条船并不平静。苏无忌说道。你说的没错，我已经感知到了他的不平静了。说话间，他扫了一眼静静站在旁边的成熟女人，道：简直就波涛汹涌啊。瑞特森似乎也听出来了苏无忌的双关意味，他说道：那就离波涛远一点。华夏有句话说得好，红颜流淌的都是祸水啊。苏无忌的眼睛都直了，你这华夏语是跟哪个混蛋学的？瑞特森嘿嘿笑着说道。印度洋风高浪急，当心点。歌者还想转达什么？一次性说完吧。苏无忌说道。他显然也看出来了，虽然瑞特森和歌者都是 S 级调查官，但前者明显更听后者的命令。瑞特森说道。歌者的意思是，月神欠钱不还，不是个好东西。虽然这位天神的女人很危险，但你要是能挖了月神的墙角，歌者肯定会很开心。他想让我干什么，我偏不去干。苏无忌，你要是再不说重点，我可去挂电话了。其实手头现有的情报并不多，我和歌者还在一点点分析，但还没找到最终的真相。瑞特森说道。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那你废什么话呀？这电话不如不打，耽误我和知心姐姐聊天。但我可以说一个比较确定的消息。瑞特森说道。苏无忌，你丫的说话能不能不要大喘气？据我所知，你们这艘船在2天后会停靠莫桑科罗群岛，并且上岛游玩1天。瑞特森说道。这我知道。苏无忌说道。这种国际游轮沿途会有好几个停靠点，可以补充燃料和食物，客人们也会下船游玩观光。我和歌者发现，杜卡罗的10几个高级猎杀者最近先后去了莫桑科罗群岛。瑞特森说道。我们判断，这些猎杀者一定是在等着一条超级大鱼上钩。苏无忌看了看身边的艾斯戴尔尤恩，微微一笑。我知道，还是一条美人鱼。